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三小妹。说你那辛苦了大爷，你干啥工作的？啊！就是打扫卫生在路上，一天几个小时？8个小时，工资1个月1400，一天2道这的，早上7点，下午是2点到5点。俺连过年初一都来。今年多大了？63。你60多，该享福了。你享什么福？你给谁要钱？给俺儿子这个户，他没给我花的就行，咱得挣点钱，自己给花的便宜。孙子也养了钱了？2万。就存2万吗？俺孙子要是上学，他们拿不起，要是拿不那么我还得给他们。你这还想着孙子啊？也不想他们，你想谁？大爷，你觉得你幸福不？也有点事，你不然要不幸福就想死了。这过年时候给孙子发红包不？就是再没钱的，这也得给这个孙子200多块钱，你们高兴，你就我1个月1万多，俺这一年挣1万多，我这么不公平，那北大有，咱说了不算哟。一说就是他们做贡献了，农民没做贡献，俺这农民没说交公粮，那不是做贡献，工资这些人没吃喝。有啥梦想吗，大爷？梦想，我娘想着老妈，这还有什么梦想？下辈子就特成病，你要什么我都不愿意做这个。那是为了生活，为了下一代主要是。听起来确实是非常让人心酸啊！大年初一，别人在看烟花，他在扫烟头。已经63岁啦，起得比鸡早，穿得比土灰，一天8、9个小时都在清洁这个城市啊。城市倒是挺体面的，但是他体面吗？1个月工资只有1400，全年无休。过年了，别人在聊什么？新年快乐，他在想什么？今天风大垃圾多，心里面还有个信念，要给孙子包一个200块钱的红包，让他高兴一下。那谁能让他高兴一下呢？这就是中国底层母亲的现实版本，自己吃土，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孙子能吃上糖。你以为他只是体力上的辛苦吗？实际上他还有心灵上的辛苦。同样生而为人啊，别人呢1个月拿着1万多，他1年才挣1万多。前面他提到一个做贡献啊，其实做贡献呢是分等级的，农民交公粮呢是义务，是必须要做的，但是体制内交呢却是未来舒适养老的入场券。他扫的大街是退休干部晨练时走过的步道，他一整个月这样辛苦下来所拿的工资啊，可能放在某个处级干部的奖金里，他都嫌这奖金怎么有点少。他存了2万块钱容易吗？这可能意味着他感冒都不一定舍得吃药。他提到啊，不幸福就想死，他不是想要情绪勒索，而是在面对赤裸裸的现实。毕竟人在极度痛苦的时候，总会试着去相信还有希望。他说下辈子不当人啊，要当鸟。这不是什么哲学金句啊，而是他一辈子太苦太累，太不被承认后的没有攻击性的反社会式愿望。因为他知道啊，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做人是不能退场的，你不能生病，不能老，不能没钱，因为这些东西国家都没有为你准备好。而且非常遗憾的是，虽然他的这个想法非常的出类拔萃，但实际上啊，他还是一位普通的大妈。他是中国几个亿被牺牲的老年人中的其中一位而已，至少他还有口饭吃。还有很多的人啊，他们可能连饭都吃不了。阶层的分级是明明白白啊，制度只设计给了少数人幸福，其他人要自求多福。37岁的我准备去做家政保洁了，因为我有外债，我就一直在招聘网站上找工作。我找了大把，我投了有上百个简历，年龄对不上，你37岁人家不招，要不然学历不够，找了好久。在1个星期以前，我就从来没有考虑过做家政保洁的这一块，就不考虑这一块。1个星期以后，我突然醒悟了。穷都不怕了，我要什么面子啊？保洁就保洁，有钱做就好。我今天去面试成功了，25个小时，上午做4个小时，下午做4个小时。工作内容就是去到别人家里帮别人打扫卫生，一天接2单，辛苦是肯定很辛苦。我自己在家多做一天家务我都累得要死，更何况这个家务是围绕在4个小时以内把它做完。37岁去做保洁，不是为了要圆梦啊，是被现实按着头要去擦别人家的地板。他不是转行啊，是转生，一边擦马桶一边擦眼泪。保洁不是躺着赚的啊，
看似是他自己最后决定了要去做保洁，实际上是没有其他的工作供他选择了，是现实把他踹去做了保洁。他这个人生啊，不是往下坡路走，是掉进了没有楼梯的地窖。丢简历比抓娃娃还难，他丢了100份简历啊，一个都没中。夹娃娃好歹他还有个那个幸运数值，到了一定的数值后他还给你个娃娃。中国中年女人的职场人生和一台自动贩售机差不多，把钱投进去了就得开始祈愿别被卡住。不过保洁的工作也并不是低贱啊，反而是社会真正的除臭剂，它至少脚踏实地的。有些人可能顶着个名头都不一定有干实事，坐在办公室里敲着那个水晶键盘，吹着冷气做表格都还嫌太累。他选择做保洁，不止擦掉了地上的脏东西，把他原先的偏见也一起擦掉了。晚上就跟我老公就商量了，就说我找了份工作，去别人家打扫卫生，上午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1个小时25块，如果一天接2单有200块。他说那你这1个月下来有6000，什么工作这么轻松？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什么工作这么轻松？家政别打扫卫生4个小时不停歇的干，甚至连水都喝不上的时间，你跟我说很轻松。他就说那你要觉得很累，那你不去跑外卖？我说跑外卖我又没办法，如果拿到高工资我就要跑全职我又没办法照顾小孩。我说那要不你跑那个外卖，我这个工作我也做，咱俩就辛苦半年，攒攒钱，还外债，有了小积蓄就可以做生意。那我这点说的没错，那肯定是为了这个家好。他就说他不能做，他做的这份工作毕竟是在办公室做的，如果送外卖送到他下面的一个员工那手里干嘛，多丢人什么？我说现在锅都揭不开了，你还给我讲面子？我说我都能低头去做保洁了，为什么你就不能去送外卖呢？他沉默了一会儿，他开始找我的事了。你看你那些纸巾，你买那些纸巾啊，那些瓜子，我好伤心。瓜子，首先这个瓜子不是我买的，是我朋友来家里他买的。好，就算是我买的，我吃点零食瓜子我怎么了？男人靠不住，我只能靠自己，我靠不住，我只能靠自己。今天晚上都不能吃饭，明天我要先去办个健康证，才可以去培训，培训完然后才可以去入职。期待我接下来的生活吧，牛马般的生活，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这不只是一名中国女性去做保洁的故事啊，这是一个中国女性从职场滑落后，社会接不住，家庭持续失衡，最后她自我重建的这么一个完整切片啊。她有努力的想要去找工作，大家也知道啊，现在大学毕业生那么多，所以她已经高龄了，就更难去和其他的人竞争了。加上中国的社会制度目前是缺乏对高龄女性再就业的任何支持的，它不像台湾啊，台湾的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还会去推妇女的再就业计划，包括在日本、北欧都还有女性在职场友善度，北欧会普及照顾这些女性。放到深渊国，自求多福，每天8小时清洁战斗，老公冷言冷语攻击，还要自己再带娃。这段婚姻呢，表面上是夫妻共苦，都要还债，对吧？实际上是一个人吃瓜子被骂败家，另一个人下班回家觉得对方工作了8个小时做保洁非常轻松。虽然有一句话说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不是自私，要求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比较自私，但是呢，听她平静绝望的描述就能够知道，她去擦马桶她不觉得丢人了，她的丈夫送外卖却怕被下属看到觉得丢人。这些中国男性啊，因为持久的这样养不起家，加上社会转嫁的各种经济压力，例如生病啊这些等的，看着自己的妻子受苦，久了之后男性也已经失权了，他们已经习惯了对这些家庭责任选择逃避。杭州躺平了小半年，刚找到工作3个星期不到被辞离职。为了这份工作，我是从萧山搬到了下沙，每天要加班1到1个半小时的时间。事情是这样子的，我的同事 A 呢，他是在公司做了3个月的售后工作，主管就跟我表达说，在今后的一部分他的工作将交由我来管理。我入职的前2天，主管找我谈话，跟我强调的是让我以后不用去做任何售后工作，让我去做好我自己的这个店铺运营的工作就可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跟我刚开始来所描述的工作内容有偏差。主管一直在强调我现在工作内容一部分的我的工作都是由别人在帮我做，所以说这个售后工作我应该去做。其实这一点我也不理解，就是既然我的工作别人在帮我做，你觉得我的工作时间很充足，为什么不把我本来应该有的这个工作职责给到我，让我去做，而是让我去做别人不想做的售后工作？主管是黑脸的，没有想到我等到的却是今天人事突然找我去聊天，说觉得我最近的一些工作可能出了一部分的差错。
错，所以呢，综合考虑就结束我的一个试用期。我今天都没有哭啊，就是我在被人事找去谈话的时候，我都在强忍着，然后回到家之后才慢慢的就是释放这个情绪。只可惜了，我把房子都已经搬过来了，我真的很努力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没想到职场也有短期租约，比起来入职更像是来试坐办公椅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听话呀，躺平半年了，为了这份工作他应该是赌上了几乎所有啊，从萧山搬到了下沙，每天加班1到1个半小时，3个礼拜不到他就被炒鱿鱼了。刚开头呢，主管是承诺他不用去做售后，只要做好他的运营就好了。结果呢，一签进去后就变了，你还是去做售后的事情，这不是在讲分工啊。对于老板的角度而言，员工就是拿来调配的，是没有个人意愿的。人事说最近他出了一些差错，所以结束他的试用期。差错是在哪里？谁来说？怎么界定？对不起，公司不需要理由。前面他说啊，他没有哭，是回家后才哭，因为他在外面知道啊，哭没有用，劳动仲裁不会帮他，试用期被裁，连社保都没有。他没有转正啊，只需要一句不合适就可以把人辞退了。搬家是他出钱的，换来的是一句综合考虑。那他的人生谁来考虑？他的成本谁来考虑？加班时间是他自己扛的，工作是他在做，结果被开除了。实际上他还经历了一番 PUA，觉得自己不够听话，你需要听话。他成了一个用来试错的棋子，这也是一个制度的反应啊。劳动法有，但执行的成本太高。被炒不是因为他本职工作没有做好，前期啊，主管说的话没有录音，所以说话不算话。他不是情绪化离职，而是制度化抛弃。所以你会发现啊，在深渊之中，不是不能承担错误，而是通常会让最弱的那个人来承担所有的错。不过严格来说，他也很像在玩扫雷啊，这个主管也明显是个雷，该不要就不要。好啦，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人生路漫漫，三妹来相伴，记得点赞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